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极具智慧与洞察力的书《反脆弱：从不确定性中获益》。它的作者是纳西姆·尼古拉斯·塔雷布。塔雷布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、哲学随笔作家，他以对不确定性和随机性的深刻理解而闻名于世。他的作品就像是一把钥匙，能打开我们认知世界的新大门，让我们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看待生活中的种种现象。这本书的价值不可估量，它就像一座灯塔，在当今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为我们指引方向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不确定性无处不在，从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到个人的职业发展，从突发的自然灾害到日常的人际关系变化，我们常常被这些不确定性所困扰，感到焦虑和迷茫。然而，《反脆弱》这本书却告诉我们，不确定性并非我们的敌人，相反，它可以成为我们获取巨大利益的源泉。它能让我们从一个被动的受害者转变为一个主动的受益者。这种转变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有着颠覆性的意义。它可以改变我们对待风险的态度，影响我们决策的方式，进而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。那么，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的人在经历挫折和困境后能够迅速崛起，而有的人却一蹶不振呢？让我们来看看著名企业家理查德·布兰森的例子。维珍集团的创始人布兰森，他的商业生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。他从一家小型唱片店起家，涉足众多领域，包括航空、铁路、饮料等。在每一次新的商业冒险中，都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，但他却总能在其中找到机会。例如，在航空业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，维珍航空却能脱颖而出。布兰森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：“我喜欢挑战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不确定性中蕴含着无限的可能。”这正是《反脆弱》这本书所传达的理念的核心体现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，只有学会利用这种不确定性，我们才能真正的掌控自己的命运。首先，让我们来深入了解一下什么是反脆弱。塔雷布在书中将事物分为3类：脆弱类、强韧类和反脆弱类。脆弱类的事物就像玻璃杯，一摔就碎，它们害怕变化和冲击。强韧类的事物则像钢铁，虽然能够抵抗一定的冲击，但并不会从冲击中获益。而反脆弱类的事物则完全不同，它们在混乱、压力、波动和不确定性中不仅能够生存，而且能够茁壮成长，甚至从中获益。反脆弱的概念打破了传统我们对稳定和安全的认知。在传统观念中，我们总是追求稳定的生活、稳定的工作，希望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。然而，这种对稳定的过度追求，反而使我们变得脆弱。就像一个在温室里长大的花朵，一旦遇到狂风暴雨，就会迅速凋零。反脆弱则教会我们拥抱不确定性，把它当作一种成长的机遇。从理论层面来看，反脆弱有着深刻的哲学和科学依据。在生物学中，生物体在面对环境压力时，会通过进化来适应和增强自身的能力。例如，细菌在与抗生素的对抗中会逐渐产生抗药性，这就是一种反脆弱的表现。在物理学中，非平衡开放系统通过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，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形成新的稳定结构，这也是反脆弱的一种体现。从逻辑上讲，不确定性是世界的本质属性，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，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应对。当我们把不确定性视为一种常态，并且积极地利用它时，我们就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生存和发展模式。就像塔雷布所说，风会吹灭蜡烛，却能使火越烧越旺。反脆弱就是让我们成为那团在不确定性之风中越烧越旺的火。拥抱变化与随机性。在生活中，我们要学会主动地拥抱变化和随机性。比如在职业发展方面，不要总是局限于一种职业路径。如今，传统的职业生涯规划模式已经逐渐被打破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跨界发展。以埃隆·马斯克为例，他最初从事的是互联网支付领域，创立了 PayPal， 但随后他并没有满足于这一成功，而是进入了电动汽车和太空探索领域。特斯拉和 SpaceX 的成功，正是因为他敢于拥抱变化，勇于在不确定中探索新的机遇。这种跨界尝试虽然充满了风险，但也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回报。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，也可以尝试在工作中接受一些新的挑战，或者学习新的技能。当我们面对新的工作任务或领域时，不要害怕犯错，因为这些错误和不确定性正是我们成长的契机。通过不断的尝试和适应，我们能够增强自己的适应能力，让自己变得更加反脆弱。利用杠铃策略。杠铃策略是反脆弱的一个重要应用方法。所谓的杠铃策略，就是将大部分的资源放在风险很低、收益稳定的领域，同时将一小部分资源放在风险很高、收益也可能很高的领域。这样做的好处是，我们既可以保证基本的安全，又不会错过那些潜在的高回报机会。在投资领域，这种策略非常常见。例如，投资者可以将大部分资金投入于债券、
指数基金等低风险的投资产品，同时将一小部分资金用于投资新兴的、风险较高的科技股或创业公司。在个人发展方面，我们也可以运用杠铃策略，比如在工作之余，我们可以花一些时间在自己感兴趣的，但可能与当前职业无关的领域进行学习和探索。如果这个领域在未来发展起来，我们就能成为其中的受益者。如果没有，我们也不会因为投入过多而遭受重大损失。3. 构建冗余储备。冗余和储备是增强反脆弱性的关键因素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人在面对突发事件时，因为缺乏储备而陷入困境。比如，在疫情期间，那些没有储蓄的家庭，在失去收入来源后，生活变得异常艰难。而那些有足够储备的家庭，则能够更好地应对这种不确定性。在企业运营中，冗余同样重要。企业需要有一定的库存、备用的人员和资源，以应对供应链中断、人员短缺等问题。例如，丰田汽车公司以其强大的供应链管理和库存控制而闻名。在面对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事件时，丰田能够通过其储备的零部件和灵活的供应链调整来维持生产，这使得它比其他竞争对手更具反脆弱性。4. 培养可选择性。可选择性是反脆弱的另一个重要方面。我们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可选择性，让自己有更多的选择和回旋余地。在职业选择上，不要被一份工作所束缚，要保持学习和提升自己的能力。这样在面对行业变化或职业危机时，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。比如，一个拥有多种技能和证书的人，在经济衰退或行业不景气时，能够更容易地转换职业赛道。在生活中，我们也可以通过培养兴趣爱好来增加可选择性。当我们面临压力和困境时，兴趣爱好可以成为我们的避风港，同时也能为我们创造新的机会。例如，一些人因为对摄影的热爱，在失业后成为了自由摄影师，开启了新的职业生涯。塔雷布在书中有很多精彩的论述，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：我们总有一种致命的错误认识，即认为波动性、随机性、不确定性是有害的，因此我们要消除它们。但正是这些我们想要消除它们的举动，让我们变得更加脆弱。这个观点深刻地揭示了我们对不确定性的误解。我们常常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控制一切，却不知这种控制欲反而让我们陷入更危险的境地。还有一个经典的案例是关于银行的。在传统的银行体系中，银行通过复杂的金融工具和杠杆来追求稳定的收益。然而，这种模式在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时，却变得极其脆弱。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而那些采用反脆弱策略的金融机构，比如一些对冲基金，在危机中却能够利用市场的波动性获利。总而言之，反脆弱从不确定性中获益是一本具有深远意义的书。它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核心思想：世界是不确定的。我们不应该害怕这种不确定性，而应该学会利用它。通过理解反脆弱的概念，并将其运用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，我们可以从不确定性中获取力量，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。我强烈地呼吁大家阅读这本书，并将其中的理念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。不要再被不确定性所困扰，不要再在挫折和困境中一蹶不振。让我们像勇敢的探险家一样，拥抱不确定性，在风浪中前行。相信我，当你开始运用反脆弱的策略时，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向你敞开大门。你会发现自己拥有无限的潜力，能够在不确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。让我们行动起来吧！从今天开始，尝试着去拥抱变化，运用杠铃策略，构建冗余，培养可选择性。相信我，你将会看到生活发生奇妙的变化。你将会成为那个在不确定性中获益的强者。记住，不确定性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面对它的态度。让我们用反脆弱的理念武装自己，去迎接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，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辉煌。